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我是石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去讲解市场趋势技术分析当中的在反转形态的重要的反转模式当中的圆弧顶跟圆弧底啊。那么圆弧顶跟圆弧底说白了就是从一些不是很明显，或者说是你基本上识别不出来的头肩顶部模式跟头肩底部模式当中演变而来的。那么在有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个圆弧底纳入到一个头肩底部模式当中，或者把一个圆弧顶纳入到一个头肩顶部模式当中。这两个模式基本上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界定我们通常把一个碗状或者说长碟状的模式叫做圆弧顶叫圆形的底部我们叫做什么茶碟状那么圆形顶部有的时候叫做什么倒扣的碗状模式这个怎么叫不重要，各位怎么叫不重要。我们需要了解到的是，它们出现的频率都不如头肩顶部模式那么频繁，或者头肩底部模式那么频繁。为什么呢，各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从模糊的头肩顶部模式跟头肩底部模式当中演变而来的所以说它出现的频率它一定不会那么高这是我们要去注意的第一个问题，对不对？它们出现的频率都不如头肩模式那么频繁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清楚它在哪些股票当中会出现圆弧顶部，或者哪些股票当中会出现圆弧底部，对不对？如果你是去做股票交易的话，那么圆形的底部常见于低价股票当中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你要形成一个圆弧底部的话，那么常见于低价的股票当中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通常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的延伸开的平底的形态里平底形态。也就是说，如果要形成一个圆弧底部的话有两个条件你必须得具备。第一个是低价股高价股不可能有圆形的底部第二个，它的花的时间会非常的长有的时候是几个月才能够完成那么在股市当中价格中等或者价格较低的股票中，很少能看到圆形的顶部也就是说，低价股跟价格偏中等的一些股票，它基本上没有圆形的顶部那么那些高价股当中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圆形的顶部高价股当中可以看到圆形顶部。所以说我们把它来总结一下，各位，圆形的底部模式主要出现在低价股那么圆形的顶部模式主要出现在高价股对不对主要出现在高价股。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回过头再看一下第一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它们出现的频率一般情况下来讲都不会很频繁，远远不如一些头肩模式来的频繁，因为它就是从头肩模式当中演化而来的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虽然顶部形态常常完成了较短的时间内，那么主要的底部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都要有耐心去等待它所以说，如果说是我们还是讲到在讲这个头肩模式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去提到了，如果要完成一个头肩底部模式的话，那么它所花的时间跟精力一定要远远大于什么？它的头肩顶部模式。那么在圆弧顶跟圆弧底也一样，顶部顶部形态完成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主要的底部的形态它一定是会非常长。那么这幅图就非常完美的诠释了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圆弧的底部模式对不对？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圆弧的底部模式，也可以怎么样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头肩底部模式，一个复杂的头肩底部模式那么这个复杂在哪里呢？各位，
复杂在哪里呢？啊，我们这样去发现啊，我们这样去发现，这一个头部啊，这一个头部，对不对？它其实是由一个小型的头肩底部模式构成了它的一个头部啊。完了之后，左肩，对不对啊？左肩跟什么呢？跟右肩啊，跟右肩，这是它的一个什么？这是它的一个头部。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形态，你既可以把它归纳为一个复杂的头肩底部模式啊，也可以把它归纳为一个圆弧状啊，圆弧底，对不对？圆弧底。那么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圆弧底的过程当中，下面交易量的一个变化，基本上怎么样？基本上跟它上方模式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你在图表里面看到的模式的变化，基本上是类似的啊，相似度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对不对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股票的价格啊，这是股票价格。一般情况下，它只有10块钱左右，对不对？大家看一下啊，1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对不对？1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10来块钱，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底部怎么样，都出现在哪里？出现在低价股啊，出现在低价股。那么第三个问题，这是第二个问题，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我们来注意它的一个时间，在这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底部形态当中，它整整花了从41、42、43整整3年的时间啊，利用了3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样一个头肩的底部模式，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圆弧底的一个模式啊，圆弧底一个模式。所以说它花的时间是非常长的啊，非常长的。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头肩底部模式，或者说是叫什么？叫做圆弧底啊，圆弧底。那么在圆弧底的情况当中，交易量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去介绍的时候就提到了交易量的问题。交易量的模式通常像价格模式一样界定分明，大家记住了，这是圆弧底部啊，圆弧底部。交易量的模式通常像价格模式一样界定分明啊，对不对啊？在需求逐步征服共济的这个过程当中，在第一步上产生了一个圆形的底部啊，看上去像是在抛售压力的减弱，一直很高的交易量，这个时候逐渐的降低啊，需求仍然有限，但是相对它的压力怎么样就减小了，因此价格仍然在下跌啊，速度则放缓了，慢慢的形成了一个什么？形成了一个底部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底部，速度则放缓了，趋势的曲线就越来越趋于水平化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就讲的是在它的形成的过程当中，底部怎么样？在慢慢的形成啊，那么随着两种力量在技术分析上处于平衡的状态啊，那就是它底部，对不对啊？底部交易量的数量相对的就减少啊。那么当它出现在底部的时候，下方的交易量也减弱到了极致啊，也减弱到了一个极致的位置啊，然后需求怎么样开始增加，供给怎么样慢慢的缩小，对不对？那么价格才不断的向上去走啊，价格才不断的向上去走，价格曲线转而上行，对不对？在水平之后转而上行，交易量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变得相对来说比较活跃起来啊，比较活跃起来，交易量随着趋势加快增加，常常是在几天内达到一个图表上几乎是垂直的价格，对不对啊？而垂直的价格运动达到了某种顶峰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什么头肩顶部模式啊，这个圆弧底的模式啊，圆弧底形成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幅图。那么在随着价格不断降低的过程当中，那么它下方的交易量怎么样？也是在逐渐的减弱。到达底部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供给跟需求处在某一个平衡点的时候，那么下方的交易量怎么样？也到达了一个极致的位置啊，随着什么呢？随着价格在不断的攀升，也就是说，在需求征服供给啊，如果说你的需求量增加了，供给量怎么样？没变的情况下，那么价格是不是要上扬？那么在上扬的过程当中，它的成交量怎么样？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
啊，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两个高点之间，我们突破这个圆弧顶的时候啊，突破的时候出现了交易量大幅度的一个上升啊，一个突破放量，对不对？一个放量突破啊，出现一个放量突破。记住了，这是任何的上涨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啊，无论是一个圆弧底部也好，还是一个圆弧顶部还是一个头肩底部也好啊，只要它是底部模式，它必须怎么样？要出现放量，如果没放量的话，那一定是假突破啊！你只要把这一点把握住就可以了啊！对不对啊？那么最后一点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模式当中，事实上我们是找不出一个什么头肩底部的一个形态来啊，那么唯一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发现的一个头肩底部在哪里呢？各位，在哪里呢？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看作为一个什么？看作为一个头部啊，一个不是很清晰的一个头部。那么它的左肩在哪里？各位，它左肩在哪里？那么左肩就是这个地方，这就是它的左肩，对不对？那么这就是它的右肩啊，这也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复杂的什么头肩底部模式。那么它的头部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对不对啊？那么左肩跟右肩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强调的一些头肩顶部模式跟头肩底部模式，在不是很清晰、很明朗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就会把它归纳到哪里？归纳到一个圆弧顶跟圆弧底啊，对不对？归纳到一个圆弧顶跟圆弧底啊。所以说圆弧顶部的交易量模式很少像底部那样界定分明，对不对？如果你在一个圆弧底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交易量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但是圆弧顶就不一样啊，在整个价格圆转的过程当中，交易量确实往往会相当高，而且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叫什么？叫做非规则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你没有一个非常非常规则的一个运动啊，运动。如果仔细考察一下，你通常可以发现，在达到顶峰之后，在小幅度的价格变动当中，就会从某些牛市活动转向熊市活动的一些变化的信号啊，这个时候这个信号你才能找出来啊。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里，在向下趋势开始加速垂直方向之前，交易量的信号都不是很明显。所以说在一个圆弧顶的过程当中，你要去识别它的话，那难度是相当大的。它不像圆弧顶那样有一个明显的界定啊，那么总体来说，在圆形转向方面啊，我们并没有运用到一个衡量定则。你会发现在头肩顶部模式跟头肩底部模式当中，我们最后都会运用到一个衡量定则，也就是说，当它突破颈线之后，我们利用它的一个衡量定则，可以找出未来的一个潜在的目标位啊，潜在的目标位，对不对啊？但是你在圆弧顶跟圆弧底是找不出来的。它虽然是通过一些不是很明朗的头肩底部模式跟头肩顶部模式演化而来的，但是在这方面它没有一个衡量定则去找出当它突破这个上限之后或者突破下限之后，它的一个潜在的目标位如何去衡量？没有。那么我们唯一的办法可以通过什么呢？可以通过这个圆弧顶所花的时间和它运动的一个幅度，我们怎么样去推算它？大概的去推算它，对不对？所以说，除了我们在头肩模式当中提到的起码标的，也就是说，不应当期望它们会出现比先前反方向上的价格幅度更大的一个幅度。你别说一个圆弧底，从它的顶部到底部只有30个点，你不要期望它突破之后能涨到60个点，对不对？但是唯一让我们比较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几乎从不撒谎啊，也就是说，这个信号的确认度还是比较可以的，对不对？从他们之前的趋势的规则和圆形掉头所花的时间里，我们可以估算出它的一个主要的幅度。你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给大家去介绍这幅图，它整个花了2年的一个时间，花了3年的一个时间去完成了一个这个圆弧底。那么你告诉我，在接下来的上涨过程当中，它难道上涨1个月就停了吗？我相信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通过它所花的时间跟它的一个圆弧底所形成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幅度，我们可以
推算出什么呢？可以推算出接下来的等它突破之后价格的一个潜在的一个目标位那么在所有的反转形态当中，圆弧顶跟圆弧底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是不常用的那么最常用的，除了我们头肩顶部跟头肩底部之外，当然还有很多的形态，但是最可靠的一定是头肩顶部跟头肩底部形态在所有的反转形态当中头肩顶部跟头肩底部是最可靠的但是它的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很高相对来说并不是很高那么除了它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形态，你比如说三角形上升三角形、下降三角形跟对称三角形，对不对？那么它同样在反转形态当中出现的频率也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下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重点会给大家去讲解三角形的一个反转形态那么本讲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去讲了一下圆弧顶重要就讲了一下圆弧顶跟圆弧底那么在下一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重点给大家去讲一下三角形那么今天的这个本讲的这个课程呢，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